婆婆拦在门口，不让新娘进洞房。众人都以为婆婆是为了给儿媳妇一个下马威，可大家都不知道，新公公在屋里藏着呢。这时候新郎最着急了：“娘，您这是何意？为什么不让月娥进屋？”新郎这么一问，这位新婆婆当着众位亲友的面，也只好开口回答：“儿子，你自己进屋去看看，就全明白了。”新郎真阳刚满脸疑惑，推门进屋，来到婚房内，这么一看，大吃了一惊。怎么，他的父亲失踪将近1年的郎中贞丰老先生正坐在床头呢。一见儿子进了屋，真郎中站起身，3两步迎上前来，先替儿子关上了屋门，插好门栓，然后一把将真阳刚拉到了屋角，嘴巴对着他的耳朵，低低的声音：“儿子，你的新娘是个狼妖，爹我要让她现出原形。”新娘贾月娥3个月大的时候被狼给叼走了，就在狼群要分着吃了这个小女婴的时候，一位老尼姑突然出现，救走了幼小的贾月娥。老师太人称圣手夺魂，不但救了贾月娥的性命，还收她为徒，教她一些武艺。一眨眼，贾月娥长到了13岁。师父圣手夺魂师太终于帮她找到了生身父母，将贾月娥交还给了她的爹娘。一开始爹娘很高兴，可一看女儿的脸上有2道狼爪印子的伤疤，二老很是难过，也十分担心这孩子脸上毁了容，将来不好嫁人。没想到村子里的郎中贞丰老先生的儿子真阳刚很喜欢与他同龄的贾月娥，去年托媒婆上门一提亲，贾家老两口当时就同意了，很快订了婚。可没想到订婚第2天就出了意外，真郎中贞丰老先生突然精神失常，疯疯癫癫跑出村子，走丢了，一直没有音信。没想到今天儿子大婚的时候，他忽然出现在洞房之内，还说出儿媳妇是狼妖的话来。新郎真阳刚听了父亲的话，他又仔细打量了打量真郎中，老爹爹还真不像是在胡说八道，而且精神很正常，看上去没有精神病。回想刚才与新娘贾月娥拜天地的时候，的确感觉到贾月娥浑身散发着凉气，就觉得她没有正常人的体温。想到这儿，真阳刚禁不住暗自打了一个冷战。哎呀，莫非我的月娥她真的是个妖精？儿子，你快别瞎想了，听爹的安排，你去把你娘和客人们全都带走，叫新娘自己进来，让爹来制服这个妖孽。真阳刚遵照父命，转身出屋，故意提高了嗓门：“娘，快放月娥进屋吧，屋里的摆设我已经摆好了。”与此同时，他向母亲使了个眼色，那意思好像是在说：“放心吧，娘，一切听我的没错。”然后一转脸，朝着围观的亲友们一拱手：“各位叔叔婶婶、哥哥嫂嫂们，一点小误会，我娘只是嫌屋里太乱，我已经弄好了。现在大家都回到前堂去，继续饮酒吧。”说着话，真阳刚拉起母亲胡氏的手，招呼着宾客们，大家相跟着回到了前堂大厅，各自坐回自己的座位，继续吃喝畅谈了起来。新娘贾月娥独自推门进入洞房，转身关好屋门，风摆杨柳一般迈步走向婚床。到了床边，刚一坐下，还没整理好红盖头呢，呼啦一下子，床围子一飘，由打床底下钻出来一个老头，正是贾月娥的新公公老郎中贞丰。贾月娥早就认识啊，她大吃一惊，脱口而出：“大爹啊，不，父亲，您怎么在这里？”没想到公公贞丰并不答话，
伸手从腰间抽出一把亮闪闪的短刀，妖孽咒斗，举刀便刺，刀尖直插贾月娥的胸膛。就这一下，用尽了真郎中全身的力气，扎上之后肯定是一刀毙命。可您别忘了，贾月娥受过高人的真传啊，他的师傅是人称圣手夺魂的老师太。只见贾月娥一个侧闪身，刀尖贴着他胸前的压金饰件，嗖的一下子就刺空了。紧接着贾月娥使了一个折腕夺刀，然后压肘别腿，制服了甄老郎中。洞房里边这么叮叮咣咣一闹腾，前堂那些个刚刚坐下的宾客们，以及新郎甄阳刚、新婆婆胡氏全都听见了。众人呼啦啦又一次跑到洞房门前，这回不像刚才了，因为屋里的动静太不正常了，有金属落地的声音，所以大家伙是破门而入。一看呐，全都惊呆了。失踪1年的甄郎中正被新过门的儿媳妇贾月娥用膝盖顶着后腰，在地上趴着呢。甄郎中一看来了这么多人，他是高声大喊：“他是个狼妖，快抓住狼妖啊！”话音刚落，众人还没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呢，只听人群的最后面一阵骚乱，不知道是从天而降，还是在地底下钻出来的，反正是院子里多了一位出家的尼姑。老尼姑让众人闪开一条路，她走进婚房，来在贾月娥和她公爹甄郎中的跟前。徒儿，你放手吧。甄郎中，你也不要再闹了，我来告诉你们真相。接下来这位老师太说了一番话，让甄郎中这一家子，包括在场的所有宾客，都目瞪口呆，然后是叹息不已，最后又全都长出了一口气。怎么回事呢？原来是这位老师太自从把徒弟贾月娥送还给了他的亲生父母，老师太越来越想念这个徒弟，尤其是自己年纪越来越大，其他一些个徒弟又都不争气，老师太就想着，要是能把自己的衣钵以及整个庵堂传给徒儿贾月娥就好了。后来听说贾月娥与甄阳刚定了亲，师太心想，俗世之中夫妻儿女皆是羁绊，就是说麻烦事，没什么意思，还真不如让月娥回到我身边来，等我圆寂之后继承我的衣钵。于是老师太就用了一个下策，偷偷用迷香把甄郎中熏得发疯，逃出村庄，然后师太将甄风引到尼姑庵，在密室之中关了1年。前几天告诉他说，你儿媳妇是个狼妖，你得除掉狼妖。然后本打算等今天事情闹到这一步的时候，圣手夺魂师太就把徒弟贾月娥带走，让他对凡尘死心，好一心一意的跟自己去修行。可是就在半个时辰之前，老师太忽然觉悟了，我一生行善，怎么现在为了传承自己的道法，竟然会行此大恶，拆散甄郎中一家呀？所以呢，现在老师太就把这一切全都如实说了，然后用解药将甄郎中从痴迷状态之中解脱了出来。甄郎中这回才是真正恢复了正常。老师太向甄郎中以及甄郎中全家，包括自己的徒弟贾月娥郑重道了歉，然后是飘然而去，回他的尼姑庵了。这时候已经到了半夜，亲友们一一散去，甄阳刚与新娘贾月娥入了洞房，夫妻好合。甄风郎中老两口呢，也是别后重逢，续谈到很晚才入睡。从此这一家人过上了幸福的生活。